都率天，6层天堂里唯一的学校，其他5层都在享乐，只有这一层有人在讲课，有人在听课。前几期我们聊了第10天，那是善业做到极致之后能住进去的顶级酒店。又聊了魔王波旬，那是欲界最顶层的质检员，专门考验你到底是真觉醒还是假装的。今天要聊的这一层天，夹在享乐和考验之间，做着一件整个欲界都没有别人做的事，系统的修行。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先帮大家画个地图，佛教宇宙观里，欲界有6层天，从下往上分别是4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6层有个共同的特点，住在里面的众生都还有欲望，但欲望的粗细程度随着楼层升高在递减。最底下2层4天王天和忉利天在须弥山上，属于地居天。天人们的生活方式跟人间的超级富豪差不多，只不过享受的等级高了几个数量级。地虚天就住在忉利天的中央，夜摩天以上4层悬在虚空中，叫空居天。越往上欲望越稀薄，越精致。4天王天的天人满足欲望的方式跟人间差不多，需要肉身接触。到了忉利天轻微一些，到了夜摩天拉拉手就够了，到了化乐天对视一眼快乐就来了，不需要外在条件，自己心念一动就能变化出想要的一切。到了最高层他化自在天，连自己动念都不需要了，别人变出来的快乐你直接享用就行。我们上一期聊的波旬就住在那里。你发现了吗？从下往上满足欲望的方式越来越省力，越来越自动化。听起来挺好的，对吧？层级越高越爽，但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越不费力的快乐越让你无法觉醒。为什么？你想想，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命？是在一切顺利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吗？不是，是在碰壁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在预期和现实之间出现巨大裂缝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预测编码，大脑真正学习的时刻不是预测准确的时刻，而是预测出错的时刻。预测误差才是学习的信号。天堂的问题就在这里，天堂是一个预测永远正确的地方，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没有挫折，没有失落，没有落差。一个永远不出错的系统，就是一个永远不迭代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说天界比人间还难修行。人间虽然苦，但苦本身就是觉醒的催化剂。每一次痛苦都是一个信号，告诉你的意识，嘿，你的预测模型出了问题，该更新了。天界虽然乐，但乐本身就是沉睡的麻醉剂。你的模型永远不出错，你永远不需要更新，你就永远醒不过来。用唯识学的种子理论来说，天界的快乐在做什么？在消耗你过去积累的善业种子。每享受1分快乐，阿赖耶识里对应的善业种子就减少1分。但在享乐的过程中，你几乎不会种下新的善业种子，更不用说种下解脱的种子，因为你没有修行的动力，你太舒服了。这就像一个人中了2个亿的彩票，账户里的钱多到花不完，他每天消费，但不工作，不投资，不创造任何新的收入。2个亿很多，可以花很久，但终有花完的一天。经典里描述天人福报将尽的时候，有5种征兆，叫天人五衰。第一，头上的花冠开始枯萎，天人平时戴的花永远鲜艳不败，花一旦萎了，就是信号来了。第二，身上的天衣开始脏污，天人的衣服本来自洁无尘，突然沾了灰，他自己是最先注意到的。第三，腋下开始出汗，天人的身体本来没有汗液，出汗意味着这具身体的神圣性正在剥落。第四，身体开始发臭，天人平时自带香气，臭味出现意味着人间的业力开始拽他了。第五，坐立不安，再也无法安住于自己的宝座。你看，天人五衰的每一个征兆都是在告诉你，你的善业存款见底了。而最痛苦的是，天人五衰出现的时候，天人已经预见到自己即将堕落到哪一道去了，
却完全无力改变，因为他在天界的几千年里，一颗新的善业种子都没有种下。这是整个六道轮回里最残忍的剧本。不是地狱的火烧最痛，而是天堂的花谢最痛。因为地狱的众生从来没享受过好日子，没有对比就没有落差。但天人经历了几千年的极致快乐之后突然坠落，那种反差才是真正的碎裂。好，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兜率天凭什么不一样？他不也是欲界六天之一吗？兜率天确实在欲界里，他的天人也有欲望，也享受五欲之乐，但兜率天有一个整个欲界其他五层天都没有的东西，一个内院。梵文里兜率叫 Tusita， 意思是知足。你注意这个名字，其他五层天的名字都在描述享受的方式和程度，只有兜率天的名字叫知足。知足是什么？不是我不想要了，而是我清楚的知道，要到这里就够了。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追求更精致的快乐的系统里，知足本身就是一种清醒。兜率天分为内院和外院，外院跟其他天界差不多，天人在那里享受五欲之乐，歌舞升平。但经典里说，外院的天女会用五欲来引诱天人的心智，让大多数天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而内院是一生补处菩萨的居所。什么叫一生补处？就是下一位即将成佛的候选人，在这个宇宙的时间轴上，他排在下一个，就像一家公司的继任者，他已经被选定了，只是还没有正式上任。他在内院候场，同时给身边的人讲课。顺便说一下兜率天的时间尺度，经典里说，人间400年等于兜率天一个昼夜，兜率天人的寿命是4000岁，你算一下，兜率天的4000年折合成人间时间，大约是5亿7600万年。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弥勒菩萨在那里等待的时间，以人间的尺度来看，几乎是地质级别的。他等了这么长时间，每一天都在讲法，这份耐心本身就是一种修行。释迦牟尼佛在成为悉达多太子降生人间之前，就住在兜率天内院。他从那里观察人间的因缘成熟了，才选择下生到迦毗罗卫国。而现在住在兜率天内院的是弥勒菩萨。弥勒在内院做什么？讲法，不是偶尔讲讲，是持续的、系统的向天众宣讲佛法。经典里用了一个词叫昼夜恒说法。你想想，整个欲界6层天堂，只有这一个地方有系统的教学在进行，外面5层天都是游乐场，只有这间教室的灯一直亮着。这就是为什么兜率天的位置在第4层，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而在中间偏上的位置。比它低的天欲望太粗，干扰太大；比它高的天快乐太精致，太自动化，修行的动力几乎为零。兜率天刚好在那个平衡点上，有足够的福报让你不必为生存挣扎，又因为知足的底色让你不会沉溺到忘了自己是谁。说到这里，我想讲一个你可能在之前的视频里听过一笔带过的故事，今天展开讲。公元4世纪的印度有一个人叫无著，他是唯识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传说无著苦修了12年，中间好几次想放弃，但最终他通过极深的禅定，夜夜上升到兜率天内院，亲自在弥勒菩萨面前听法，白天再回到人间，把弥勒讲的内容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传授给弟子。大唐西域记里记载得很清楚，无着菩萨夜升天宫，于慈氏菩萨所受瑜伽师地论等，昼为大众讲宣妙理。白天讲课，晚上上课，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夜校生。弥勒讲的核心经典之一，就是整整100卷的瑜伽师地论。100卷，佛学史上体量最庞大的论著之一，它是一本极其详尽的意识现象学报告，从最粗浅的感官认知到最细微的深层定境，每一种意识现象都被分类、编号、标注、运作规则。无著把他带回人间，他的弟弟世亲菩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我们花了10几期视频才拆了个开头的唯识学体系。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弥勒不直接下到人间来讲？为什么非要让无主飞上去？经典里的解释是，弥勒的任务是等到这个世界的因缘彻底成熟之后，他才下生成佛。在这之前，他在内院等待，同时教化有缘来到内院的众生。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这个故事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人间的噪音太多了，那些精密到极致的意识模型，需要一个干扰极少的信道才能被完整传递。兜率天内院就是那个无噪信道。无助通过深度禅定，把自己的接收频率调到了那个频道上，下载了一整套操作系统，然后回到人间做翻译。信不信这个传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套被下载下来的东西，后来被证明是人类认知科学史上最精密的意识模型之一，精密到2000年后的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还在追赶它。更有意思的是，弥勒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比弥陀信仰还要兴盛。你今天去寺庙看到的那个大肚子笑呵呵的弥勒佛，其实是宋代以后中国化的形象。真正的弥勒菩萨在印度佛教传统里是一位分量极重的思想家和修行者，而在隋唐之前，发愿往生兜率天内院的高僧数量远远超过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从东晋到唐代，大量高僧的临终愿望不是去极乐世界，而是去兜率天内院。东晋的道安法师，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统一佛经翻译规范的大师，临终发愿往生兜率。唐代的玄奘法师，那位偷渡出关走了17年取回真经的人，临终时留下一句话：愿以所修福慧，回师有情，同生独使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独使多就是兜率的另一种音译。玄奘用尽一生翻译和研究唯识学，临终选择的归处不是去享福，而是回到弥勒身边继续学习。窥基大师，玄奘最重要的弟子，唯识宗的实际创始人，同样发愿往生兜率。你看到这条脉络了吗？佛教历史上最顶尖的那批认知科学家，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选择的不是去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而是去一个还在上课的地方。他们不是不知道极乐世界更舒服，但他们选择了教室而不是度假村。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们心目中，理解比满足更重要，继续学比到了更重要。你知道后来为什么弥陀信仰慢慢超过了弥勒信仰吗？因为弥陀净土的入口门槛更低，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不需要你有多深的禅定功夫。而要往生兜率天内院，你至少得有一定的修行基础，得跟弥勒菩萨有缘，得真心想学。一个是自动扶梯，一个得自己爬楼。大众选择了扶梯，但那些最顶尖的修行者选择了爬楼，因为他们知道爬楼本身就是修行的一部分。现在你回头看我们这个小系列，第10天、波旬、兜率天，整个画面就立体了。第10天代表善业的天花板，福报做到极致能到达的最高点，但它的问题是福报在被消费。波旬代表欲望的终极考验，它用最精致的快乐来测试你到底看没看破。而兜率天代表第3种可能性，在天界的舒适区里主动选择保持学习和觉察。3个天界角色，3种跟福报的关系。第10天在花钱，波旬在收税，弥勒在投资。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现实对照。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已经财富自由了，不需要为钱工作了，按理说可以躺平享受了，但他们没有。他们选择继续学习，继续创造，继续啃那些更难的问题，不是因为缺什么，而是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知足但不停歇的状态，对已有的够了，但对未知的永远保持饥饿。这就是兜率天内院的精神，知足但不停学，不是因为不够，是因为明白了够之后，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才刚刚开始。我自己其实就是这种人，做天使投资，财务上的压力不算大，按理说可以退休了，但我没有。我每天花大量时间研究意识、佛学、AI、量子力学，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能帮我赚更多钱，
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底层到底在按什么规则运行这个问题，让我没办法停下来。这不是勤奋，这是好奇心在驱动。好奇心就是知足之后还在转的那个轮子。但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兜率天内院确实是欲界唯一的修行道场，但他终究还在欲界里。弥勒终究还没有成佛，他还在等人间的因缘成熟，等那个下生的时机。一个在等的人，哪怕他等的东西无比伟大，他的状态终究还是未完成。你还记得吗？佛陀当年就是从兜率天下来的，他离开了那间教室，降生人间，经历苦行，经历动摇，最后在菩提树下觉醒。他没有在兜率天的教室里觉醒，他在人间，在那棵树下，在真实的泥土和真实的痛苦之中觉醒了。教室再好，终究不是考场，笔记记得再工整，如果没有在人间这个充满噪音、充满矛盾、充满让你崩溃的瞬间的真实世界里亲自验证过，那些笔记就永远只是笔记。这可能是整个佛教宇宙观里最深刻的设计。天界是奖赏，但奖赏会用完；地狱是惩罚，但惩罚也会结束。只有人间苦乐参半，才是唯一能觉醒的考场。兜率天内院做的事情，本质上是在天堂里尽可能的模拟人间的学习条件。弥勒在努力，但天界的环境终究是天界，要真正毕业，得下到人间来。兜率天内院是最好的预习教室，但考试只在人间进行。你觉得你现在在哪一层？你是在地势天享受着某种舒适区的红利，还是在波旬的考场上被反复拷问？又或者你其实已经在某个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内院里了？也许你每天看的这些视频，读的这些书，琢磨的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你给自己搭建的一间兜率天内院。如果是的话，别忘了下一步，走出教室，去人间的菩提树下坐一坐。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